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对于 Tommy， 我非常了解他的危险程度，可是对于他，我没有把握。他一直试图在观察我，寻找出我的弱点，但他毕竟不能非常接近我，所以我认为他对我的了解一定有漏洞，有偏差。有偏差？我曾经有过非常多的助手，你并不是跟我工作时间最长的那一个，所以我还抱有一丝希望，希望他没有发现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你很重要，发现你是一个我很在意的朋友，发现你是我的一个弱点。如果我真的那么幸运，他还没发现你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先离开一段时间，你也就没有必要知道这个的存在了。这就是你的计划。如果他没有发现我，你就打算把我打发得远远的。我到底是你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拖后腿的？简瑶，谢谢你觉得我很重要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你不仅仅是一个付我工资的老板，你还是我的。这个我知道。喂，如果你们两个谈完心的话，可不可以过来一下？轩轩，你得帮帮我！你不是个警察熊吗？你快点！什么事啊？我爸爸好像出事了，你看。这是个自杀论坛，里面有很多敏感的内容都被再次加密，所以我进入了后台，开放了所有的权限。然后对方开始反追踪，他想攻破我的防火墙，黑掉我的服务器。你电脑没事吧？肯定没事。虽然这个论坛的技术也不错，但完全不能够跟我相比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是受害者近期的记录，你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和一个 ID 叫做午夜青蓝的人聊天。能查到这个午夜青蓝的地址吗？能吗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今天一天就问了我2次，能吗？你肯定能，快给我们地址。其实也没那么简单。这个午夜青蓝也是个高手，他的 IP 层层伪装，非常的难以追踪。不过最终我一定可以确定他的地址的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除了受害者，这午夜青蓝最近还跟了什么别的人聊过天？等一下，是啊，这个自杀论坛就是他的猎场，他试图捕杀的下一个猎物肯定也在里面。最近几天和他联络最频繁的就是这个 ID， 叫灰暗的天空。这个灰暗的天空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想要锁定他的 IP 地址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。同事，这是我家小区。王队长，事情紧急，请您尽快安排。喂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你哪儿都别去，就在家里待着。等我会有你认识的警察去家里的。轩轩呢？小区里的钱叔叔留下遗书出走了，轩轩帮着找人去了。钱叔叔，遗书。
妈妈和妹妹都在警方的保护下，不会有事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尽快抢在受害者变成杀人者之前找到他。您应该相信薄教授的判断，现在只需要放松心情睡一觉，我们很快就会到了。谢谢。不对啊，什么不对？汤米这个门徒虽然疯狂，但每一步计划都很缜密。他既然发出了专门针对你的信息，他在你家同一个小区选择了前军作为目标，这说明一定会有一个相关的受害者对你有特殊的意义。是啊，所以我们才会那么紧张，才会让警方赶紧去保护妈妈和轩轩啊。但是太顺利了，到目前为止，他其实是走在我们前面的。如果他既定的目标是你的妈妈和妹妹的话，又怎么会那么容易让警方把他们给接走呢？可是，我们家除了妈妈和轩轩，没有其他人了。你虽然是会的同事，对吧？部队，有新情况，前军很可能选择在他工作单位送货，吴队长已经在赶过去的路上了。咱们快走！周围什么情况？这边是宿舍，这边是仓库，这边是厂区。现在大概是5000人左右，已经疏散了3群群众了。你了解情况确定？确定。队长，哎，圈儿，你刚回来都没休息好，就赶上这案子了。没事，案子重大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队长，啊，这是急侦查长。你好，他说有人看见前军进了仓库。仓库？哪个仓库？就是这个仓库。这个里边有气瓶呢，要是炸起来，这边好说，那个回收车间可就麻烦了，里边有进口人呢。那这样，我们配合一下，马上疏散工人，方圆500米，拉设警戒带，听清楚了？好嘞，好嘞，领导。上。回收车间那么大，起码得10多分钟才能把人都叫出来。要是有人能进仓库里去按降落伞就好了。现在请回屋。队长，我认识那个前军，让我进去吧。你疯了？这个仓库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也许我阻止不了他，但是我至少能够争取到足够的疏散时间。你放心，你们没有多大，我可以找到他。你去啊！不接电话怎么办？你叔叔说他已经去现场了。你虽然还算是个聪明人，相信他能够随机应变的。你想想他，啊，在过来的路上，七夕姐一直在哭啊。她说前婶过世之后，她明明知道你很孤单，却还是忙着自己的工作，忙着谈恋爱。她对你的关心很少，她很后悔。队长。
喂，金岩，我们失去了他的踪迹。基于我们两个的私人关系，我希望你注意安全。哦 ，OK， 我心里有数，放心吧。你和简瑶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可是他不好。一群人可能被杀掉了。哦，那你帮我问候一下他。好的。金岩，我知道你查案很忙，但是你身为一个男朋友呢，要尽量的多去哄哄他，去陪陪他。怎么哄啊？也是啊，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悲愤万分，哪怕是天才也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。不可能。简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要吃糖啊？你是小孩子啊？你白天在我的衬衫上流了1公升的眼泪，谁是小孩啊？就没哭过吗？当然，从有记忆开始。更悲剧的是，从我孩童时期到现在，在我面前哭过的人有很多。我想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。正确的决定，倾诉对于减轻内心的痛苦非常有效。那年我7岁，我爸正在侦缉一宗恶性的杀人案。那天，爸爸带着我和小轩去给爷爷过生日。我妈厂里加班，还没有赶到。那是一个特别高兴的日子，爷爷奶奶在厨房里做饭，小轩还小，在屋里睡觉，我爸陪我玩。后来那些人就来了，爸爸把我藏在柜子里，拿沙发抵住，他们开了很大声的音响，
我怎么叫都没有用，直到我后来被救出来。瑶瑶，别怕，咱们去见妈妈好吗？不哭啊！来，咱们去找妈妈。来，瑶瑶，不哭，好孩子，不哭。瑶瑶，闭上眼睛，听话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后来那段日子里，一直都是轩然陪着我，跟我说不要哭，要坚强，然后他自己就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很高兴你跟我分享这件事情，这表示你对我的爱和信任已经到达一个很深的层次。我对你也是一样，你调整得很好，我替你感到骄傲。整个仓库已经炸塌烧焦了，目前已经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。从李轩然的遗骸里提取的 DNA 送验吗？现场目前已经找不到可以称之为遗骸的人体了。只是找到这些细碎的人体组织，虽然可以提样，但难度很大，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结果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没有开始 DNA 的鉴定取样工作？熏然是我们眼瞅着进仓库的。胡教授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这块手表虽然损毁严重，但表链上大扣的位置并没有变形。如果是戴在李轩然的手腕上，在爆炸时被炸飞的时候，应该是处于被扣紧的状态。会不会是鉴证组的同事不小心解开的？大扣扣针的周围黑得非常均匀，没有失扣按开的痕迹。我敢肯定，在发生爆炸之前，这块手表已经从他手腕上被解下来了。熏然是进去劝说钱军的，他怎么会有时间解开自己的手表？立刻提取样本，送到江州的实验室做 DNA 化验。轩然他是不是还有可能活着？不，现在还不能直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。那你为什么要求 DNA 鉴定啊？李轩然在爆炸时把手表解开了，只能说明他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，也希望留下这个线索，让我们发现异常。但并不能代表他还幸存着。可是，这也可能是凶手做的呀。凶手解开了熏然的表带，他想证实熏然已经死在火场里，他想让我们相信熏然已经死了。他越是想要证明熏然已经死了，就说明熏然越有可能活，不是吗？听我说，当时那么多人看着熏然进了仓库，没有必要利用一块表来证明他还活着吧？好吧，好吧。我一般来说，不提前做这么乐观的推论，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？凶手确实带走了李熏然，
而且他确实偷偷留下了手表。当时现场虽然混乱，但又无声无息带走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，并非易事，所以他们需要一辆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火场周围有合适的监控摄像，我们也许就能找到那辆车。我现在只希望现场的那些监控摄像不是用来做摆饰的。回车手，仓库那边和大门口的监控录像拿到了，就在这里边。嫌犯的车型很可能是台 T51，不是小型轿车。他会亲眼见证爆炸，但是不会停留太久，所以爆炸后10分钟之内离开的车辆最为可疑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查。吴大校，您得看看这个，这是案发现场刚刚发来的照片。Now it begins。现在开始。你查到了什么？纵火受害者上了那个自杀论坛的神秘 ID。午夜青蓝，我已经锁定了他的地址。什么地方？今晚你最好快点回来一趟，我跟你当面谈。我在成宇公司总部大楼等你。怎么样？子瑜说什么？这里没什么需要我亲自查的，我得去江州一趟。好，那我们走。走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你想让我留在这儿，陪着妈妈和妹妹，接受警方的保护是吗？你想和我一块走？你说呢？瑶瑶，我相信你，你可以保护我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好。为什么跟踪我？我没有啊，谁派来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先生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我们这里没有预约和密码，您是进不去的。保安。没事，出去吧。你派人跟踪我有什么目的？对不起，
我想知道禁言都在干什么，可是他一个字都不肯跟我说。他平时警觉性又太高了，我只好跟踪你。我知道只要有大案子，他一定会找你帮忙。虽然你的网络防火墙谁也绕不过去，但是跟着你去找一些纸质文件，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。我带禁言回国休养的时候，选择的地点非常的隐蔽。我问你，那个杀人狂是怎么知道他地址？你为什么要问我呢？在他身体复原重新开始工作之前，只有2个人知道他的地址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就是你。我知道自己什么都没说，当然只剩下你。回答我，你曾经把他的地址告诉了谁？经过排查，有一辆深色的越野车非常可疑，爆炸才发生5分钟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仓库和车间方向。只有这辆车丝毫不在意地离开了，这不太正常。能截取车牌号吗？清晰度不够，技术部门的同事正在处理。通报市局与省厅，在所有交通要道的录像里追查这辆车的去向。这条路不是去警局的。我们去成宇大厦。成宇大厦？子玉在那里等我们，他可能查到了些什么，跟与自己有关。你姐姐？是，我姐姐。你怎么能告诉他呢？我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夫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当时禁言的处境有多危险？易阳也是关心一下禁言，他并没有别的意思。子玉，请你相信我，你跟我说过，禁言的病需要绝对的安静，不能受任何打扰，所以我特意嘱咐过他，他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怪我，我就不应该告诉你，当时太天真了，太轻信你了。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有种感觉，可能好像是子玉的隐私，我还是不问的好。谢谢。谢什么？那确实是子玉的事，你问了我也无权回答。子玉，黎阳半年来的行踪，他的私人邮箱、私人电话号码，还有你知道的所有关于他的一切，写下来。子玉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一面和你交往，一面听从家族的安排和易阳订婚。可是你当时陪禁言回国看病，那没办法去。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追查黎阳纯粹是因为案件的需要，和你我幼稚的过往没有半点关系。我更加不会因为你的利益婚姻而产生了嫉妒之心。一个正在用最残酷、最血腥的方式去追踪和伤害我的同伴，而我怀疑黎阳，你的未婚夫和这个人有直接的联系。所以现在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弄得我们两个好像在拍言情剧一样。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写下来。哎，先生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先生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请问你是？先生。静言，告诉我这不是你的意思。我知道易阳跟你们不一样，他风流浪荡，只知道贪图玩乐。可是，天哪，当真的吗？查得怎么样了？
午夜青蓝的真实地址在香港，是厉一阳名下的一处别墅。我们都知道，红叶山庄那个案子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和他有关，那毕竟是他用过的账号。你怀疑是他？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，当时 Tommy 抓住你的时候，怎么会掌握了那么多你的个人情报？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你大学的时候。这些东西连你家人都不了解，而现在，他的门徒又在第一时间掌握了你在同事休养的地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是从我这说出去的。这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问过你，你又和厉一阳朝夕相处。我现在要你仔细回想，你的未婚夫在日常有没有任何的异样？你是否发现他们有相似之处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确定？没有任何的不对劲？没有。我承认我们俩工作都很忙，我不一定了解他所有的事情。可是你也说了，我吻过我，难道我连自己的未婚夫的吻都分辨不出来吗？你要的资料都拿到了吗？走吧，去香港。静言，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？我是你姐姐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颗糖吧。谢谢。一颗就够了。迄今为止，厉阳的嫌疑还是最大，但不能就此下结论。我全面地搜集他的所有的资料，在雪字第一次出现机器杀人案的那几天，厉阳是在国外的，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。关于家庭背景方面，我也查了一下，虽然富有，但是不代表他幸福。他的父亲在国外有几个固定的情人，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被送去寄宿学校了。我认为不是他。为什么？我的女神探。尹自清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厉一阳就是那个他，那他在吻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现了。多么奇异的结论！从一个吻就能分辨出不同人吗？除非厉一阳有很严重的口气，否则只要改变接吻的方式，我想尹自奇就会难以分辨。可我还是觉得 OK， 我们证明一下。没事，那个你忙你们的，可以当我不在。这都是你从哪本书上学的？不需要，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恶徒就行了。可是你还是错了。
你每次接吻到最后都会习惯性的从下往上勾一下我的舌头。刚才你也下意识的做了这个动作。OK， 你说服了我。尹子琪和李易阳相恋多年，他们彼此熟悉，可能更胜于你我，但这不能有力的证明李易阳就不是那个他呀。这么说不自相矛盾了吗？你忘了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有双重人格。抛开李易阳，我们先把他当成一个身份未明的罪犯来分析。首先，尹自吉在被他吻的时候，把他当成了薄敬言，说明这个人的身材、年龄和薄敬言相似。从性格上来看，他极端自负，即使这起纵火案是他策划的，他也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标记行为和他个人的情感宣泄。他唯一的情感流露，就是将这一切视为一场游戏，和你的游戏。可是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并没有进攻于你，难道他的目的是要战胜你？因为他是同党，或者是追随者。不，我已经确认他和托米的关系了。他是托米的精神导师。那这么说，托米是听从于他？他极端自负，他不可能与人平起平坐，而他的心理控制术也远远超过了托米的三脚猫功夫，所以他的地位只可能超过托米。最可能的就是他是类似于精神导师的角色，他并不直接犯案，但托米臣服于他，他影响着托米的犯罪，而托米只能屈居2号。现在看来赵的目的也很清楚了，他征服的欲望已经大过于复仇了，因为我亲手将他的弟子送进了监狱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既然已经清楚他的动机了，就可以采取主动措施。我会尽快回美国一趟，跟托米谈谈。也许托米才是所有的根结所在。喂，你好，吴队长。好的，我马上告诉薄教授。是不是追踪到离开现场的可疑车辆？有3个收费站查到那辆越野车的踪迹，他最后上了海越高速。海越高速，看来我们的方向没错。5月青蓝果然是要回香港。对他来说，香港绝不可能只是一个落脚地。我相信，那里会是他下一个屠宰场。子越，你去香港，找国际刑警去调查李易阳的别墅。金瑶，准备好你的护照，我们将要去见一见老朋友了。
You look different now. There's a woman's smell on you. I want to meet her. I will tell you who you're looking for if you let me meet her. 很高兴与你交谈，再见。 Okay, Simon. Just kidding. You still don't have a sense of humor. Tommy's nervous. Simon's taking advantage. He'll get him to talk.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，不要忘了，你从未征服我。 Such a sloppy job. 的确，你见过这种编码方式吗？ He loves number games. He has a lot of them. I can't remember if I've seen this one before. 答案是一组数字，而这些分别是这组数字的平方和、平方差、差的平方、和的平方，而这组数字相对应的英文字母，简单的出来翻译结果就是 Hi Simon。 What a perfect and simple way of encoding things. 为什么要围绕平方编码？有什么特殊意义？ He always likes the idea of squares because it represents him and me. Simon, that's our way of saying hi to you.1号真的想杀了你？不，他不想杀我。你居然相信Tommy的话？从我们交谈的第一句话开始，他就在说谎。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如果你让我见他，他会告诉你1号的身份。1号是他的精神支柱，他绝不可能出卖。他不过是在诱惑我罢了。他也是在鬼扯的。他从来都没有见过1号的平方密码方式。你说过，
1号的地位高于Tommy，他不愿意让自己和Tommy相提并论。他看到1号留下那些信息之后，他的反应并不愉悦。很显然，这是他意料之外的。他后来说的那番话，如果他不在意这件事情的话，以他狡猾的性格，他会和我谈条件、卖关子、扯谎。尽管他尽力控制住，没有表露出来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，他的情绪波动很大。为什么？如果1号想要杀我的话，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唯一可以解释的，他在嫉妒，他在愤怒，他害怕被我给取代。Seems what Flower Cannibal really wants is to turn you into his new crime partner.是谁啊？恐怖娃娃屋爱好者吗？ You will be with me。谁将与谁在一起？在我们处理的其他案件中，他仅仅是在幕后操纵，而这些受害者却是他亲手绑架的。他已经准备好要面对我。 直接面对你。3名受害者失踪都是2周前，3起案件间隔不到2天，但是由于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同点，又位于不同的管辖区域，所以只能当作单独的失踪案件在调查。诸位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失踪者超过2周，生还几率非常低。 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们只能假定这3名受害者依然还活着。不用了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除了第5个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暗房之外，另外的4段视频播放到最后都是这样的静止画面，包括我在内，大家都认为这支视频已经播放结束了。难道不是吗？画面虽然是静止的。 但进度条还在播放当中。既然你说的对，每段视频的最后25秒，他们是用静止的画面掩盖了加密的影像。25秒的加密影像，这个发现太重要了。马上去叫技术鉴定人员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破解了。 小雪也没有死在火场，就算被他们带走了也好，至少我还有机会把她给救回来。但是，我看到那些受害者他们那么残忍，那么痛苦，我没有办法
想象，如果学员在他们手里，他们遭受什么样的折磨？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，莫过于看也看不清的黑暗。这是他试图要击垮我的手法。简瑶，你不能被打败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又能怎么赢呢？我没有子玉那样专业的技能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控制的情绪，我就是一个普通脆弱，用你以前的话说，愚蠢的女人。可是你还需要我吗？他拥有最敏锐、最精准的犯罪头脑，在整整的1年里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试着评估我、观察我。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内心。最后，他找到我的弱点，就是攻击你。作为对我最有效的宣战方式，简瑶，正是因为我需要你，你才会遭受到攻击。你会怨恨我吗？这最后不是因为你。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自地狱里魔鬼，我害怕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帮到你，反而拖累了你。这会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他以为你会让我软弱、胆怯，但事实上，你在我的身边，只会让我自己感觉更强大、更稳定。好攰，喂，小心小心。你做咩要揀呢條路啊？喂，我都唔知喎，第一次行。你俾休息下先。飲啖水先。唉，唔該。郭教授，尸体全部找到了，分别被丢弃在本港4处的山林和郊区。同时，鉴定人员还发现，1号还在他们身上拿走了纪念品。谢谢。我们已经询问过3位死者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彼此都不认识。初步可以判定，1号是在随机选择作案对象。另外，女死者除了是售楼小姐，还在一所夜校上学。男死者不仅是建筑师，还是一名作家，得过几个大奖。郭教授，我认为他的选择也并非是随机的。3个失踪路段的监控录像都显示，嫌疑车辆那几天多次进出停靠。我们可以认为，1号是在观察、选择目标，而女性死者
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诱拐。男性死者和老人平时并不会经过失踪路的，也是因为去郊区和探望女儿才临时经过。所以，很有可能一个是有计划的，两个是临时起意。我看这是故意的花样百出，让我们无从下手。他会不会是想在我们暗示他有多重人格？有3个排列组合方式。从诱拐的方式来看，女人是有计划的，男人和老人可能是随机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以往我们遇到选择的受害者都是同一类型，有明显的连贯的标记行为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们面对3种不同的作案手法，要直接画出罪犯的画像，的确无从下手。那么记住啊，再复杂的犯罪心理案件，都脱离不了本质。本质上，它始终是一个心理。对于一个心理异常的人来说，虐待折磨时、杀人分尸时，始终会控制不住欲望，泄露自己的真实情感。所以，我们要找的画像因素，一定会隐藏在这个案件里。以他自恋的程度，以他自以为可以驯服我的愚蠢心态的，你认为他会忍不住向我展示什么？你可以按照这个画像去找嫌疑人了。这个是对于心理学的应用十分的得心应手。他肯定受过高级的系统教育。你去美国的中心局查查，看看全美有哪几家高级的心理学院有符合侧写条件的毕业生。好的。子玉，尹子琪已经赶到香港，以黎阳未婚妻的身份正式报警，声称她失踪。你和我都见过黎阳，虽然不能确定他和这个案子有没有联系，但肯定的是，他不是。那他会不会是受害者呢？不管他会不会，杀死一个猎物之后，肯定会寻找另一个猎物。你在干嘛？你叫我？我问你在干嘛？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回房睡觉，睡醒之后穿得漂亮点。为什么？我要保持状态，每一个参数都要调整到最好。根据经验判断，你每次精心打扮以后，都会令我更加愉悦，我的思路也就更加敏捷。